每一次抱你、亲你的时候，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，原来是叫心动。原来这些感觉不用走血，只靠吃药就可以养。那你要坚持吃药，一直吃到我不喜欢你的那一天。所以你现在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是啊，所以坚持吃药这件事情，你能不能做到吗？可是我不想再吃药了。男人就是这样，得到就不用演了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不哭了。不想听你说话。听我说嘛。我不想吃药，不是因为我不演了，而是因为我一开始吃的那个药，它从始至终就是普通的维生素。是，我的确找丁所要过模拟情绪的药，但是他拿错了呀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自己去检测这个药的成分。真的，我没骗你。真的。那你的情感缺失症是怎么好的？怎么好的？有没有可能是你把我治好了呢？因为你的确美好的让我自惭形秽，无法抵抗你的能量之丹被你同化了。那你被我同化了，是你赚的。你的晚安奶，我的蓝莓。这是影车寄过来的碎片吗？对啊。看看。没想到最后1分钱没花，就拿到碎片了。现在我们有2块碎片，我们读取出来研究一下。我也要吃。很晚了，该睡觉了。睡吧，睡吧。睡吧。哎呀。
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故意对林娟那么好，故意气我。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那种好又不是发自内心的。那我昨天亲你为什么不懂？我能推得开你吗？那我以后不会再主动亲你了，除非你说愿意。我知道了。大哥，麻烦礼让行人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刚跳车太危险了，还好林娟刹车刹得及时。我要休息。不会是刚刚用力过猛，变度失控了吧？你俩不对劲啊，吵架了？我去看看他，你一个人调查七七花束的去向，可以吗？抑制剂在我包里，我帮你打。有比那更快的方式？你说过不会主动亲我的。打吧。需要我抱你吗？不用。林娟说，七七有个朋友开了咖啡店，那束花是她送给朋友的开业礼物。下次难受，就直接说呀。安抚你，是写进我们合同里面的，我肯定会遵守合同条款的。所以，只要写进合同里，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你的安抚，对吗？啊？有病！这是我的眼泪吗？可恶
只在那种柔软的人脸上看到过。我曾认为这不过是软弱的标志，直到这个人的出现，我开始嫉妒他的眼泪，他的坚决。也许是他的病毒进入我的体内的时候，把他的健全一并带给了我，然后可以成为幸福的奇迹发生了。一个拥有爱的能力的人，在面对爱人的时候，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找到了，幸好没弄丢，我用 AI 画了好久呢。听话，赶紧去洗个热水澡。嗯。所以我刚刚是主动了吗？真是好玩的，我竟然喜欢上一个患有情感缺失症的人。可他就是表现得很喜欢我呀，也许他的病好了。嗯？通过调节大脑的神经递质来模拟情绪状态。他在吃模拟情绪的药物。这段时间他对我表现出来的关心和爱意，都是因为药物作用。他吃药是为了骗我的感情，好让我心甘情愿接气吧。如果他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一定跟他断得干干净净。我的药。
哎，你别乱动，这样会扯到你伤口的。这样我才不会乱动扯到伤口。哎，对了，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。我在悬崖上的时候，依稀隐约看到了一条龙，你有看到吗？那是我的龙。啊？所以这条龙是你的宝宝啊？就跟南星和他的章鱼那样？对啊。你的宝宝比你可爱多了。你养的，脾气和你一样难搞。所以他平时住在哪儿啊？住在深山老林里面。毕竟他是异类嘛，远离人群也更安全，也会更自在一点。就那个男孩子好孤僻的，平时看到人都不笑的，还不打招呼。之前新闻不是说嘛，这种人会发疯的。其实，我很开心和你成为伙伴。伙伴？只是伙伴吗？这几个月真的挺特别的，各种极限逃生，甚至还进入到你的梦里。我也托老师调查过这些梦了。落日森林里面有一种蕨类的植物，当雾气的湿度超过90%的时候，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分子。所有吸入这些特殊分子的人，都会被它入侵大脑中负责记忆和幻想的区域。所以我们的梦就连接在一起了。准确的来说，是我们共享了彼此的潜意识。潜意识的话，那梦里面经历的，也有可能是真实存在和发生的记忆了。你爸妈出事那一天，你看到了凶手的背影，你也知道他是特殊管理区的人。对，这些年我一直在调查他的身份，但始终没有他的线索。等我们集齐碎片，我陪你去找杀害你爸妈的凶手。但那天的记忆因为你的出现重构了。起来。在背后躺一会儿，5分钟就好。一会儿我们再翻过前面的山，原路返回的话，容易碰见 Max 他们。但你现在这个情况，怎么翻山啊？其实有办法可以让我恢复体力，但需要你的帮助。像你在梦里一样，安抚我。你的意思是，病毒载量激增的时候，我的病毒可以抑制你的；载量过低的时候，我也可以
触发你的？嗯，这也太荒谬了吧！逗你的。City lights, a hazy line, drawn into a plague love kind of crime. Complex size and passion, a shared and sweet damnation. Shit of skin, consequence, barely gets one word for a time. Once you cross the light of them. 怎么样了？脚都要被你亲软了。那赶紧出发吧。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。你的吻的确很有效果。你花活挺多呀，可惜你身上的味儿太大了。我旭哥呢？他当然是躲在一个地方，等着给你个出其不意。旭哥，你还不出来吗？旭哥，出来道个别吧。好的 ，CP 嘛，毕业了才好磕。这大概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病毒失控吧？原来会这么难受，还会发烧。所以现实中的这个晚上，你靠自己一个人硬是熬了过去，肯定比现在还要辛苦很多倍吧？他都起不来了，还是别浪费了。你吃东西真的很丑。都怪你，这面包都不能吃了。带着，你的味道很助眠。
刚刚的声音真的不是我发出来的，应该是阿姨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弄倒了什么东西吧。我去看一下，你不舒服的话再说话。别动，窗外有人。这个人，我昨天在你家附近见过。别乱动。是那对夫妻拒绝把谢希旭交出来，我们才动的手。现在情况有变，只好向您请示下一步的行动。屋里还没有搜，但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家围起来了。谢希旭肯定还在家里。明白，我们先撤退，等管理局的其他董事过来处理。他刚刚说什么动手？你在房间里待着，我出去看一看。这是谢欣旭爸妈出事的那天，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。那岂不是等下我哥他们就会过来，把谢欣旭当嫌疑人带走？最好不要跑，保护住现场所有的痕迹。还有这个刀，上面有你的指纹，会很难解释的。还有你的表情也是，你现在根本不像个正常人会伤心的样子，这样他们会把你列为嫌疑人的。药没了，没事了就赶紧滚。失控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压伤你了？都给过你机会滚了，现在是你自己选的。
我喜欢你的味道，从现在开始属于我，好吗？昨晚你磕到了头，有点轻微脑震荡。还记得为什么会磕到吗？好像做了一个很混乱的梦，记不清了。你是医生吗？原来我出场自带恐怖片音效。他和5年前那个人长得太像了。你们好，我是金内尔斯生物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顾燕青。昨晚你们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没来报道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所以我就被安排去找你们俩。结果看到你们俩在小树林里晕倒了。报警！赶紧报警！昨晚树林里出现了好多杀手，他们杀了好多人。他不会真的是5年前那个人吧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全身上下没什么力气？蘑菇汤有毒。昨晚你们煮的汤里面有种致幻菌，导致你们全身无力以及致幻。怪不得我还能跟那个杀手过上2招呢，原来是幻觉啊！我都说了，野蘑菇不能乱吃。好了，你们身体里的毒素应该代谢的差不多了，收拾一下，跟我去见所长吧。快点。气质是很不同，但长得和那个人也太像了，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
这是捐赠遗体供我们做研究的志愿者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大体老师。郭老师，你一会儿有空吗？还想请你帮我看看论文。找丁老师一起吧。你们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吧？师姐好。行，我去带所长过来，你们请自便。我帮你招待他们。你们俩就在这坐着吧，别给大家惹麻烦。所长，推测他俩昨晚应该是吃了毒蘑菇后中毒晕倒了。毒蘑菇，毒蘑菇，蘑菇好啊！哎呦，这么多长时间没吃过，我天天想吃了，我想到头都炸了。哎呦我啊！今晚野生菌火锅。吃饭前先把正事干了。顾燕青的履历看着很合理，不太可能是那个人，但越看越像呀。一般高智商反社会人格都极其擅长伪装，万一顾燕青真是那个人的马甲，我是不是应该给所长提个醒呀？顾燕青有案底，他杀人了。知道我秘密的人都得死。头又难受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金尼尔斯的所长丁所。丁所好。丁所好。我是实习生陈依依，他是实习生吴农宇。我们都是东大生物科学专业呀。不错不错，一看就是乖巧的孩子。丁所，近期情况，停尸前有2具尸体不见。本来想请你们吃个饭，临时插了个会进来，改天吧。啊，小顾啊，带他们安顿好。走吧，这边。宿舍在76楼，4楼有个餐厅，有需要你们可以自取。还有，晚上没事不要出来乱晃。好的，顾老师。陈依依，这你的房间。哦。晚安。晚安。走吧。邱小庄园夫妇被害案中，警方曾将妻子谢某旭列为嫌疑人调查，但一直未找到关键性证据，至今仍是悬案。哥，你记得5年前邱小庄园你们带走的那个谢某旭后来怎么样了吗？
不起。这是你房间。嗯。郭老师，晚安了。不想忍了，让我进去。你不要的。刚刚不小心蹭到门上新刷的漆了，实在忍不了了，借用一下你的洗手间。嗯。背影看着也有5、6成的相似，得想个招，不被他察觉的看看他是不是也有那个疤。对不起啊，我本来想试一下花洒的水量，没想到溅到你身上了，我帮你擦一下。裤子也湿了，要不也帮忙擦一下？今天的事我当作没发生过，希望你以后把心思都放在学术研究上，不要花在不恰当的地方上。哥，你打听谢新旭做什么？他叫谢新旭啊。就是我这2天实习嘛，很焦虑，所以老是做噩梦，老是梦到他那对渗人的眼珠子。你经常梦到他？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因为我就是怕你现在这个反应，所以才不敢告诉你嘛。所以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嘛，哥？他4年前病死了。那我就安心了。哥，你看，我已经在这边非常安稳的安定下来了，你不用担心哈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监控坏掉了，没有拍到那2具尸体是怎么不见的。最快一定要封锁这个消息，把这栋楼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，不要放过任何线索。好。
餐厅怎么没信号啊？刚刚肯定被顾老师误会，我在搞一些有的没的勾引他。嘎出天际啊！我的人你也配碰？
伤害你的人已经被控制住了，现在这里很安全。刚才攻击我的那个人，很像今天那个大体老师，他诈尸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受伤了呀？对不起啊，我。我已经给那个人打了强效镇定剂，没有和他正面接触，也通知安保科的人过去处理了。还有，又对我个小动作，别再有下次了。真是活爹！G-Nurse 经常停电吗？这可不是普通的停电。怎么还是没有任何信号啊？应该也被切断了。李柱，李柱，是不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件了？20分钟前，他受到了不明男子的攻击，而且，这个男子很可能是捐献遗体的志愿者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已经……会不会是有人利用某种未知的手段操控了大体老师的身体？我去安保科找对策。所长在负1层的停尸间，你们快去通知他现在的情况。这里原先应该摆着100多具尸体。啊！丁锁，丁锁，你也被大体老师袭击了吗？你被他们袭击了？
已经控制住一个了，李柱也去通知安保科了。那里面的尸体呢？最开始是有2具尸体突然不见了，我就过来查看情况。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幸亏我当时反应快，我这才躲过一劫。哎呦！这是 B 型感染者。你们不会拿这些感染者做什么秘密实验，结果玩脱了吧？他来吉内尔斯实习是签了严格的保密协议的。5年前 ，Affinity B 型的感染者首次出现了失控伤人的现象，因此组建了特殊管理局对他们进行管控，同时也展开了对他们体内病毒的研究。得出的结论是 ，B 型的 Affinity 能大大的开发感染者的体能潜力，让他们拥有惊人的破坏力。后来呢，政府就把这个群体命名为刃。Affinity 也让少部分的刃患有情感缺失症，所以就是感受不到，也理解不了爱和痛苦这些正常人的情感。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呢，他们出现反社会倾向的比例就比普通人要高很多。之前新闻不是说嘛，这种人会发疯的，还会反社会。你看看，现在连自己的父母都……政府后来看中他们的能力，利用他们去执行一些危险的任务，来保护普通人类的安全。哎呀，但是刃呢，在任务结束之后，它很容易失控伤人的。他们一很兴奋的时候，体内的病毒载量就会很容易爆发，然后就会失控，一通乱发泄呀，最后搞不好就精力耗尽就死掉了。失控也是可以解决的，一定条件下 ，A 型 Affinity 可以抑制 B 型 Affinity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 A 型的感染者可以引导失控的刃变正常，不过必须满足2个人是不同性别这一条件。后来呢，这一群体也被命名为瘾，他们天然的吸引刃。那刃是怎么在人群中确认瘾的呢？瘾呢，由于病毒的影响，他们的血液啊、眼泪啊这些体液有很特殊的味道，刃的嗅觉很灵敏，它能闻得到。那瘾是怎么引导刃变正常的呢？通过体液的深度交互，一般称它为节气。比较常见又安全的一种节气方式呢，就是2个人结婚，然后通过夫妻生活呀，就是现在很多人通过跟瘾结婚，已经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了。所以节气约等于正常人的结婚？不是，要比一般人的婚姻更加牢固。这是1对1的永久绑定关系。节气以后，病毒会产生排他性，从此以后这个刃只能被这个瘾安抚，这个瘾的体液也对其他人无效，他们会认定彼此，
但是瘾的数量比任要少很多，所以这些年 Genos 一直在进行抑制剂的研究，来解决这个失控的问题。所以研发出来了。刚刚顾老师救我就是用的抑制剂，对不对？抑制剂是通过降低病毒的活性，使人从亢奋的状态中迅速镇定下来，但效果是暂时的。耐药性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变强，最终失效。所以就要一直改良抑制剂了。其实今天这些人就是试新药的志愿者，没有想到他们试完新药以后就死掉了。哎，这个新药的不良反应会不会就是造成呼吸暂停之类的，然后被误判为死亡啊？全保科那边安全。给你们讲个笑话，那些人看着脸，但是每次做药物测试的时候，都会叫得跟猪一样。想起来就好好笑。真香，傻子也是。要这么开心啊，我也要听。来，想想就好笑。哎，猕猴桃给我一个，我还有一个更好笑的跟你讲。给。哎呀，生哥，听你说的，我今晚都想搞碗猪杂粥喝了。我给。嘘，不要发出猪叫。嗨，你们没死？哎呀，就是跟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嘛。不过接下来要动真格的了，猎杀游戏正式开始。我听见这边有枪声，我看见有人往那边跑。南星，抑制剂都到手了。Nice， 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下，免得失控了自己人都干。我想想啊，接下来该怎么玩这些小老鼠呢？要留活口吗？发现瘾就留着呗，以后这里啊就只需要生活自由、快乐又团结的刃和瘾哦。